文革时期，疯狂的红卫兵们冲进雍和宫，要采取革命行动。第一个红卫兵爬到弥勒佛像旁边的平台上，举起斧头要砍拉扶佛像的铁链，不料斧头落下后，却神使鬼差的砍在了自己的腿上。第二个人拿起斧头也去砍，不仅没砍中，还从台上摔了下来，当场昏死过去。第三个人见到这个场面，顿时吓得双腿发软，站都站不起来了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动这尊大佛像了。雍和宫的这尊弥勒大佛像到底有什么来历，就会成为北京的镇城之宝呢？大清雍正年间，年羹尧负责清剿蒙古叛军。这一次出征啊，他的手里握着一道雍正的手谕，要找到国师张家二世的转世灵童，把他护送到北京。雍正皇帝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人力寻找一个转世灵童呢？这里啊，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背景。张家二世是藏传佛教黄教的高僧，康熙32年，他奉旨入京朝见，并为皇帝后宫诸皇子传法灌顶。到了康熙46年，康熙册封二世张家为帝师，颁赐金印为信。这位张家二世是四阿哥胤禛的亲传导师，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康熙51年和52年，雍亲王府举行了2次盛大法会，四阿哥都是请他灌顶传法。这事之后，也就是过了1年，张家二世就圆寂了。在藏传佛教中，张家世系为了维持自身的教法，上一世的张家圆寂之后，会再转生为灵童，继续修行。那么二世张家圆寂之后，究竟转生到了哪一家呢？藏区有一个女子在怀孕期间，多次梦见自己的身体变成了金色，而且腹中怀的不是普通的婴儿，而是一座闪闪发光的金山。家族中的舅爷爷也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，梦到周家附近的那座巍峨的白崖上空出现了一道绚丽的彩虹。当彩虹在山崖上消失时，山崖上出现了一道门。这时传来人语说，一位佛要从这道门里出来。舅爷爷梦醒后，就到白崖附近向神虔诚的礼拜。第二天，他向当地的苦行喇嘛请教这个梦的意义。那位喇嘛说，这是一个吉祥的梦，它预兆着白崖附近将会有一位伟人转世诞生。而那名女子足月后生下了一个男孩，为他取名若毕多吉。修苦行的喇嘛叮嘱他说，你生的儿子是个不同寻常的人，希望保持他境界，多为他做些法事善事。若毕多吉2、3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家里请来了几名僧人诵经，小多吉高兴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，还把僧人的经书搬来搬去的。他父亲一怒之下把他打了一下，小多吉哭着跑出家门，但是不一会儿他就停止了哭喊，抬头仰望着天空，大声呼喊着几位大宗师的名号，像是告状一样的说道，阿爸打我了。他那一声喊呐，把僧人们都惊呆了。喇嘛们赶紧劝他的父亲，这个孩子非同寻常，今后可不要轻易再打骂了。又有一次，小多吉对众人说，都过来，我给你们灌顶吧。然后一面熟练地操持仪轨，一面口齿清晰地诵念口诀，灌顶金刚三界诸佛名号，这些只有专业修行的大人才知晓的内容，却从一个小孩的嘴里流利地说了出来。在场的僧俗大众都震惊不已，这小孩也太超常了，爷家的孩子字儿都没认全呢。
他对修行的精要却是无师自通，摸了个门清。有人会说了，要说世上的灵童有不少，怎么确定他是谁转世的呢？小多吉2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突然当众宣布说，我是张家喇嘛，并用手指着南方说，那里有一座大寺院，我要去那里当喇嘛修行。他不断地说起前世的故事，包括他的住处等很多的细节，每一样都记忆犹新。最终他被确认为张家2世的转世灵童。康熙皇帝驾崩后，4皇子胤禛登基，也就是雍正皇帝。在他即位不久，罗卜藏丹津联合青海蒙古各部一起反叛大清。雍正派年羹尧、岳钟琪等人率军西征，铲除叛军，同时要找到张家2世的转世灵童。当时年羹尧采用了极端暴力的手段，烧寺屠僧，企图逼着叛军早早投降。所以当时的僧人都很怕见到年羹尧的军队。灵童小多吉也被众人带到了密林的深处，藏在一处岩洞中。不久，年羹尧得知小灵童藏身在丛林中，但碍于复杂的山川地形，担心遭到叛军伏击，于是年羹尧勒令僧众限期交出小灵童，否则他就会继续焚烧寺院，屠杀僧众。天堂寺的一个僧人悄悄地跑到丛林中，向僧众汇报了外面的险恶情况。众人都感到惶恐不安。小灵童安慰大家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他们是不会伤害到我的，让我去见皇帝，你们把我送到大营中吧。为了避免寺院僧众再遭浩劫，聪颖的小灵童就让随从把他带到了清军大营。雍正2年，8岁的转世灵童被大军送到了北京。这个小灵童就是张家3世。在雍正皇帝的安排下，小灵童跟随藏传佛教的高僧学法修行，并让他陪伴皇子弘历，两人伴读了10多年。乾隆的寝宫距离小灵童的住所有点远，但是小灵童在房中诵念经卷的声音，乾隆躺在榻上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张家3世佛学造诣很深，精通满汉蒙藏4种语言，既是弘历的伴读好友，也是他佛学造诣上的导师。在张家3世的引导下，弘历也随着他闭关静坐，接受灌顶和受戒。弘历登基后定年号乾隆，史称乾隆皇帝。他任命张家3世管理北京城内的喇嘛们。昔日一起读书、一起闭关静修的2个少年，如今既是君臣，又是好友。乾隆在位期间能够高枕无忧地处理蒙藏各地事务，张家3世可是他的得力助手。乾隆16年，大清皇帝赐予他振兴皇教大国师的封号。张家国师是乾隆身边的大红人，在京城权贵圈里是数1数2的人物，官场上有不少官员都很尊敬他。但是他并没有自恃和皇帝的亲近关系就嚣张跋扈，而且还以前朝皇子的例子告诫众人，是哪位皇子让众人引以为戒呢？我是说，他曾多次梦游地狱，一些自称能拯救别人的人和一些傲慢的权贵者却堕入了地狱，遭受无尽的煎熬。梦中游历地狱时，张家遇到了前朝的2个皇子，据他所说，看见了康熙第17皇子和皇太子也在那里。一个狱卒模样的人说，17皇子因为前世的一些溯源业债没有了结，暂时来到了这里，不久之后就可以脱离这里。现在呢，他只是受一些轻微的痛苦而已。至于那位皇太子，由于秉性恶劣，临死前仍是怒气冲天，死后堕入地狱，恐怕永远难以脱离此境，他遭受的痛苦很重。
国师口中的17皇子被认为是果毅亲王允礼。这个人秉性忠直，深受乾隆帝的赏识。但是由于今世享受富贵，前世所欠的业债没有还尽，不得不在地狱暂时受些苦楚。那名皇太子被认为是允禛，他是康熙的第2个儿子，也是嫡生子，自幼被孝庄太后指定为皇太子。康熙皇帝为了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允禛在储君位置度过了33年，但因结党谋私，为人不忠不孝，违背了康熙倡导的忠孝理念。就连康熙皇帝也认为允禛的所作所为绝无忠爱君父之念。允禛为人暴虐，经常打骂鞭抽下属，连郡王纳尔泰、贝勒海善等人也遭其殴打，全无康熙皇帝的仁爱之风，最终被彻底废了东宫太子的位置。为了谨慎对待祖宗创下的帝国大业，康熙对众臣说，一定要为大清册立一位令众人心悦诚服，又不至于拖累群臣的贤主明君，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。雍正3年，允禛去世，直到张家3世成为乾隆的国师，废太子仍在地狱还业受苦。无论前生身份多么尊贵，而造下的罪业终是如影随形。大清时期有一块龙潜福地，正是雍亲王府，它既是4阿哥胤禛的府邸，也是乾隆皇帝的出生地。张家国师曾在这里为皇族进行灌顶。雍正驾崩后，乾隆即位，就在同一年，雍和宫结束了他作为亲王行宫的历史。乾隆9年，在张家国师的建议下，这座出了2个皇帝的雍和宫被改建成历史上规格最高的皇家寺院。据说乾隆改建雍和宫时，感到宫后地势太低，气势不够，就想建造一座高楼供奉大佛，但苦于没有相应的木料。乾隆13年，七世达赖喇嘛从尼泊尔用重金购买了一棵高26米、直径3米的白檀巨木，把它作为贡品献给了乾隆。因为这个木料个头实在太大，耗时多年才运到了北京。乾隆皇帝见到这么大的檀木，觉得非常适合雕刻成大佛像，就命造办处负责施工建造立佛。为了完成这项任务，施工人员先把树干深埋地下8米，地上留了18米，然后再搭架雕刻成弥勒大佛像。这尊弥勒大佛像呈立姿，巍然矗立于汉白玉雕成的须弥宝座之上，佛像神态庄严肃穆，双目微垂，慈悲中更显威严。大佛打的手印，民间称其为伏天盖地式。据说这尊造像的寓意表示，弥勒佛将在未来降生人间，转大法轮，普度众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弥勒大佛的正前方还共有一尊小的如来佛像。从造像规模视觉上来看，弥勒大佛像远远大于前面供的小佛像。为什么造像上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？原来造像本身隐藏了一个重大的天机，预示着天地间降临的未来佛，也就是救度众生的弥勒佛，是比如来更高、能力更大的大佛。这一点在佛教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。在张家国师的主导下，雍和宫完成了最初的建制和管理。这尊罕见的弥勒大佛像供奉在高大恢宏的万福阁内，成为北京的镇城之宝，也是雍和宫木雕3绝之一。到了文革时期，围绕这尊大佛像出现了非常神秘的事，也就是视频一开始出现的那一幕，红卫兵砍佛像遭到现世现报。这事儿是由雍和宫里的老喇嘛对外披露出来的。张家国师这个昔日的小灵童，千里迢迢来到了北京，辅佐乾隆处理蒙藏事务，不辱使命。后来在五台山圆寂。
在他传奇的一生中，他协助改建雍和宫，将天机隐藏在了弥勒大佛像上。人们到雍和宫礼佛时，是否能感受到一代高僧的良苦用心呢？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。感谢您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